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陕西铜川，这是一座大山里面。我们经常说《西游记》，唐僧、孙悟空。那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，以前呢，在唐朝的时候，最开始是皇帝的行宫，后面这个地方呢，就被唐太宗跟那个唐高宗赏赐了给了玄奘，就是我们说的唐僧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是唐僧晚年生活的地方，在这里生活了4年，最后呢，在这里去世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探索一下，看看唐僧晚年生活的是什么样的场景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痕迹。它这个宫殿是叫做速成院，也叫速成殿，就是唐僧在这里生活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走一走，它整个这个大的地方呢是叫做玉华宫，是一个避暑的圣地。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呢很凉爽，可能温度呢才20度，所以在隋唐的时候，就是隋朝的皇帝，包括唐朝初年的皇帝，都会来这个地方避暑。唐僧其实我们是非常熟悉，每年暑假大家都会看这部电视剧，可以这样说是大家从小看到大的一部电视剧。还有一个是可能是《还珠格格》，这2部电视剧是非常深入人心。那唐僧墓是在哪里？唐僧墓是在西安的南郊，我去年已经去看过了。我们已经上来了，这个地方就是速成殿。它是这样的，唐高宗的时候，就公元651年，把玉华宫改为玉华寺。公元659年的时候，玄奘法师就是唐僧那个奉唐高宗的我们说的那个诏命，带领4大弟子及很多高僧来此翻译佛经。在此后的4年时间里，玄奘法师就是唐僧，共翻译出佛教典籍682卷，占生平总的翻译的总数的1半以上。玄奘法师、唐僧在这里修行的4年时间，他这里呢不光是翻译佛经，在前面还开凿了很多那个石窟，那些石窟里面呢是有8处佛龛，还有一段洞穴。等一下我们过去看一看。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些地基，就是当年这些速成殿就是建筑的一些遗址啊，就是痕迹。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们说的某一部分的这个殿呢，比现在很多寺庙还大，因为整个地方玉华宫这一带是非常大的。你想一想，作为皇帝避暑的地方，皇帝的行宫，那么建筑是非常多的。打个比方说，如果唐僧没来这个地方修行，一直作为皇家的行宫，那么有可能皇帝的儿子可能就在这里居住过。这里都是一些我们说的遗址啊，你看看，像这些柱子，尽管说现在建的，但是当年它的寺庙，因为不是我们说的砖结构，都是基本是木头的，那基本上是由柱子组成的。像这些就是一些佛龛，就是当年唐僧在这里4年的时候组织我们说的开凿的一些石窟，就是叫佛龛。有可能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说的有时候修行。当年考古挖掘的时候，在这里呢发现一个什么东西呢，也可以称为国宝吧。上面有那个当时唐僧的一个佛座啊，上面写的是大唐龙朔2年三藏法师玄奘敬造释迦牟尼像供养的铭文。也就是说，可以正式的确认这个地方是唐僧在这里修行。大家发现没有，这里呢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丹霞地貌。我们在湖南走了很多地方，在这种山的底下有一些洞穴，那有些人居住，他这里如果在远处看的话，也是非常相像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唐僧在这个地方修行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去世呢？其实就跟我们现在一样说法，作为一个老人，当时他在这里摔倒了。老人我们说摔倒了就很容易出问题嘛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唐僧在玉华寺翻译经书期间，居住和生活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速成院内。有一点呢，就是公元664年正月9日的傍晚，玄奘法师就是来这些石窟啊礼佛，但是经过窟门前的这个小渠，就前面这个地方呢，不慎摔倒，伤及我们说的骨头，因为老人一摔嘛，就我们伤筋动骨。
休息了几日不见好转，后面呢到2月5日圆寂在那个裕华市的树城院内。这个水渠大概是长约40米，宽约1.2米，深0.9米。唐僧受伤的时候，他觉得可能休息一段时间，就没有向我们说的唐高宗报告。但是后面越来越严重的话，他的手下就是他的弟子吧，向唐高宗禀报说玄奘很麻烦，就是可能我们说的病危一样的。当时唐高宗就马上派御医给唐僧，但是呢，御医赶到的时候，唐僧已经去世了。后面唐僧去世之后，唐高宗非常伤心。那当时呢，就把唐僧安葬在白鹿原那一边，不是我们说现在的信教寺啊。唐僧安葬之后，唐高宗经常站在大明宫远望我们说的白鹿原的那个唐僧安葬地，因为经常伤心，所以大臣呢后面就劝说唐高宗不能这样。那最后呢，就把唐僧迁移到那个信教寺那边，所以是这么由来的。像这些洞窟，就是佛龛、佛窟，都是当年唐僧带人建造出来的，一样的。你看看四方的，确实那个是了不起啊，都是人工开凿的。因为当时在这个地方的人其实不是太多。那这里呢有个洞穴，洞穴里面也有石窟，关键是里面石窟呢还有一些我们说的像壁画一样的，都是关于佛教色彩的。我们走进来看一下，像这个像什么？这个有点像我们说的梭罗树，它这里呢有梭罗氏，还有那个执简战士这些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痕迹。不过有很多有点过分了，就是这些人来这里游玩的时候，经常在这上面刻字，这个就不太好了，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这些都是哇，还有人写名字，这个应该是树木吧？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树木，就是梭罗树这些，因为那个唐僧取经回来，带了3颗梭罗种子。其中1颗呢是救了李世民的御马，就是马呀，另外2颗是种植下来了，有梭罗树长成了，是离这个地方直线距离大概9公里左右的话，有一个梭罗树。另外以前的1棵梭罗树啊，就是在这个树城殿内，但是后面被烧毁了，就是没了。像那边就有点我们经常说的放东西一样的，但是这里太危险就不过去了，因为你看看完全是没有人行走的。像这些洞穴全部是有唐僧的我们说的当年在这里生活的痕迹，在这里礼佛的痕迹。因为他礼佛有时候是可能在前面那些我们说的房间里面，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在这些洞窟里面、佛窟里面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有点很过分了，很多人在这里刻字，各种各样的字，这个大家出来游玩要文明啊！你看看整个这个墙上密密麻麻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来游玩的人刻的字。整个在1360年前唐僧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大家看完有什么感受？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什么不同？玄奘法师在这里刚好生活了4年。